瞎眼男人在大山支教3年，殊不知课堂上坐着的都是山中的大妖，而男人每日讲的数学语文，对于妖怪来说更是绝世功法，也因此每个大妖都对男人异常尊敬。这一切只因男人3年前来到大山支教的途中，意外跌落悬崖，穿越到了修仙世界，幸得山中一名猎户相助，才保全来一条命。但猎户后来却在外出打猎时不幸身亡，含泪将其埋葬后，叶离突然获得了一个名为最强名师系统。后来叶离便在山中开了一个小讲，殊不知前来学习的都是山妖兽怪。光合作用，你们要记住，明天要课堂测验，最近教给你们的这些知识点全都要考。又要测验啊？今天的课全部结束了，还要听故事吗？老师，那个《红楼梦》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吧。您上次说到贾宝玉3拳打死镇关西了。银狼，你记串了，你把红楼和水浒记一块去了。别急，那今天就不讲这2个故事了，接着给你们说聊斋。在系统加持下，叶离每讲一次课，都是在给这些精怪们洗髓伐骨。旷日持久之下，精怪们的天赋与根骨早已达到令人骇人听闻的层次。最努力用功的班长虎吉，甚至已然快要达到化形的层次。好了，今日课程就到此结束，下课了。老师，再讲一个故事呗。是啊，明天要课堂测验，我们回去肯定仔细背知识点，今天再多讲一会吧。凡事有度，过犹不及，明日再讲，下课。老师再见。叶离才刚刚坐下，就听到外面传来学生们的笑闹声。老师，今天轮到我们来给您做饭了。好，辛苦你们了。我来洗菜，龙龙，你闲得没事干的，去后山给老师摘点果子来，都快熟透了。好，我这就去。然而此时此刻，正有几名修士在山间缓缓前行着。方师姐，不能继续往前走了，要是让长老们知道咱们为了寻灵真果闯入圣山这么远。宗门圣山，灵气充沛，怎会没有灵真果？除非是有人摘走。有妖气，不对，不是人，是妖。妖气？这里可是宗门圣地，怎么可能会有妖气？方师姐，咱们快走吧。不能走，2位师妹，你们也都知道，宗门大比就在数日内，若我们实在寻不到灵真果，就不可能在宗门大比上拔得头筹。且我关奈妖气稀薄，不过只是只小妖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在方师姐带领之下，很快3人越过大片树丛，忽然发现有一只金丝猴正在几棵果树上闪转腾。果然有妖。师姐，先别急。赵师妹刚想解释，就忽然听到山语：开饭了，孙胡儿，快回来，别让老师等你。还没化形，居然就能口吐人言，这是怎么做到的？走，追上去，咱们必须要得到灵真果。很快3名女修跟着孙胡儿到了叶离生活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快请老师出来吧。从这名青年身上，我竟感知不到丝毫妖气，甚至也没有感知到丝毫修为，但能够降服这一众快要达到化形层次大妖精怪的，怎可能会是一个普通人？人妖无法共存，势难两立。老师可以用餐了。好，今天的菜闻起来不错。师姐，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若是被那位前辈发现。好，我们先回去再说。然而3人还没起身离开，就忽然间浑身一颤，如坠冰窟，一股无形无影的强烈恐惧瞬间将3人笼。下一刻，柳树化身直接对着那女修3人发动缠绕。师姐，我会喊人来救你们的。大师兄，方一师姐被妖怪捉走了，快去救她。什么？圣山内有很多精怪，甚至还有快到化形的大妖。赵婉儿，你到底明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圣山是何等地方？那是太乙仙门最神秘之处，3000年来太乙仙门勒令任何人不准入内，怎么可能会有妖？而且还是快到化形的大妖。赵婉儿将所看到的一切都详细描述了一遍。潜入圣山是触犯宗门戒律的大罪责，要是让宗门知晓了，势必会对我林秀峰不利。但若是能救出方一师妹，此事就不必惊动师尊，也不必上报宗门。我们先悄悄进入圣山内一探究竟，看看情况到底如何。大师兄，我和你们一起去。不必，你先待在这儿歇息吧，等我们回来再说。你敢信眼前的一众大妖的老师竟是一个瞎眼凡人？只因男子是一个穿越者，讲的语文数学对于大妖来说都是绝世功法。老师，没别的事，我就先去复习功课了。好，你先去吧，你们也该学班长，就该这么认真学习才对。班长马上就可以参加特别考试了。是啊，说着虎吉便转身，而虎吉却实际上并未离开太远，就站在一旁树丛旁。等叶离进入房间内后，他可招了招银狼、金梨儿，你们过来。柳树抓到了一个人，已经捆起来了，有人闯入，就说明这里很快就会变得不再平静。你们知道该做些什么？当然知道，这里是老师的家，我们绝不能让任何外人打扰老师休息。知道就好，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了。班长，那我呢？你去陪老师待在一起，老师喜欢听你背课文，你就仔仔细细的背，一个字也不要错。
陪老师待在一起，让他开心些，告知其他同学，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不要让老师察觉到任何异常。我去看看柳树抓住的那个人。而此时此刻，林秀峰的10多名弟子已然悄悄潜入圣山之内。果然有妖气，莫非因为圣山之内灵气太过充裕，真有野兽诞生灵智，成为精怪？大师兄，就算是有野兽成为精怪，但也不可能抓住防衣师妹吧？防衣师妹已经快要完成筑基，只有化形的大妖才有可能抓得住她。圣山之内怎么可能会有大妖？确实，这儿可是太乙仙门的圣山，是最核心地界。若真是要出现了什么化形了的大妖，消息流传出去之后，太乙仙门绝对会成为其他修行宗门的笑柄。随后，一众修士在圣山内仔细的搜索着，很快他们便停下了脚步。这里全是种植的灵草，前面竟还有具稻草人。那具稻草人动了，果然是妖，看我斩了他！妈呀！稻草人直接从田间拔出2条腿，飞快逃跑。区小妖也想跑，手追上去。其余修士们对视一眼，面露难色。且不说这是宗门圣山，他们妄闯圣山外围，已经算是触犯宗门禁忌。但董良是首席弟子，他说话也不能不听。在我董良面前也想跑。寒芒一闪，竟直接将稻草人劈成2半，但依旧努力向前跑着。班长，救我啊！一个还没化形的小妖，怎么可能口吐人言？树丛远处，一只老虎和一只狼正静静潜伏，正是虎吉和银狼。你听到没？是稻草人，人进入埋伏圈了。银狼，快去救稻草人！圣山内有妖也就罢了，毕竟这儿灵气充沛，孕育出些许小妖也不是什么难以置信之事。但为何一个未化形的小妖居然就能口吐人言？莫非圣山之中真有什么不凡之处？也罢，先搜魂看看再说。董良面无表情，大手就要抓到稻草人之时，什么？一只柳树精就走了一只稻草人精？按照常理来看，精怪们不是互为天敌的吗？为何会有一只精怪就走了一只？人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赵婉儿没有胡诌，这当真是即将化形的大妖。如果他们已经化形，恐怕能轻松将我们灭杀。班长何必跟这群家伙废话，宰了拉倒。银狼冲入阵中，利爪一扫，谢氏3人应声不起，余下人哪还有抵抗的心思，纷纷仓皇逃窜起来。想跑，哼！之后只听得林间接连响起惨叫声，董良身旁只剩下最后2个人了，正强撑着恐惧靠在他身旁，向他投来求助的眼神。2位师弟，现在只有一个法子了，但凭首席吩咐，我2人一定。渣渣，别想跑，不可追出去，外面很危险。可老师那边怎么交代？人跑了，定会引来更多的人。罢了，先把这些家伙抓回去，问清楚他们从何而来，再向老师汇报吧。一众修士被带回仓库中关押。老实交代，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到此？妖邪休要猖狂！我等乃是太乙仙门弟子，尔等盘踞我太乙仙门禁地，还敢袭击我等？待我等师尊长辈们知晓，定要你们好看！不错，尔等妖邪，等着被师尊们灭杀吧！班长且慢，循声望去，发生的竟是一株野山参，他乃是这圣山深处的千年老参，知晓许多事情。在此听课的所有精怪都对阿参十分尊敬。阿参，你怎么来了？这几个人杀不得，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乃是修行界第一宗派太乙仙门的宗门圣山，这些人都是太乙仙门的弟子，胡乱杀了太乙仙门的高手不会罢休的。那依你的意思，人已经抓来了，放了也无用，不可杀，但留在这里也好跟太乙仙门的人谈谈条件。至于老师那边，还是班长你去汇报吧，这样告诉老师。片刻后，夜离屋内，老师，我有件事要向您汇报。虎吉啊，虎吉的学习进度已经达到了100%，可以开始阶段考试了。不错。什么事？是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了？没，老师，今天村子附近来了几个山贼。山贼？那可不是什么小麻烦。现在这里只有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盲眼老师和一群同样孱弱的孩子，真要遇上山贼，硬碰硬，绝不会有好下场。是，您看，咱们应该怎么应对才好？有了，去把大伙都叫来，我有办法对付这群山贼。想必虎吉已经告诉你们了，咱们的村子被一伙山贼盯上了，此事非同小可，说不定何时山贼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今天开始给你们开一门新课，论游击战，咱们比山贼弱势，但也有法子能够战胜山贼。接下来我要教你们的知识，你们一定要用心学，学会以后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咱们的村子。我们一定认真学。与此同时，太乙仙门中大抵就是如此了。方师妹所言不假，
圣山之中当真有大量精怪，若非众师弟舍命助我突围，只怕此刻弟子也已经请师尊定夺，为众师弟报仇。岂有此理！而今尊上闭关，门中竟出了这等事，倘若传出去，岂不叫天下人耻笑我太乙仙门？列位，此事必当严办。不错，妖邪潜藏于圣山之内，简直是在辱我太乙仙门，请大长老下令，我等即刻进山剿灭妖邪。列位，此事恐怕不宜大张旗鼓的办。老七，你什么意思？此等大事，难道要我等坐视不理吗？非也，只是修行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咱们，若是大张旗鼓的办，只怕此事会走漏风声，对我太乙仙门名声不利啊！一派胡言！我看你是想独自去办，好独揽肃清圣地的大功吧。够了，休要口舌争。老七说的倒也不无道理，大张旗鼓的去，确实也让天下人看笑话，得想个折中的法子。董良，弟子在。依你所言，那山里的精怪妖邪能口吐人言，但并未化形，实力也只在化形上下，可对？千真万确。若非如此，弟子恐怕也没有脱身一说了。既然如此，眼下宗门大比在即，传讯修改宗门大比的内容，改为圣地除妖，对外称今年大比，我太乙仙门专程将镇压降服而来的妖邪关入圣地，给门下弟子实战历练的机会，让小家伙们去处置吧。妙计啊，大长老英明！即刻传讯，让小辈们做好准备，3天后进山除妖，都散了吧。说罢，唯独灵秀峰主留在原地，满面愁容，暗自盘算着如何搭救几个徒弟。你敢信眼前的一众大妖的老师竟是一个瞎眼凡人？只因男子是一个穿越者，讲的语文数学对于大妖来说都是绝世功法。此次的宗门大比与以往不同，你们将要面对真正的妖邪精怪，今日就是你们展示实力最好的舞台。众弟子听令，进山诛杀妖邪。徒儿们，为师会把你们平安带回来的，等着为师。不愧是总门圣山，好东西就是多。刚进山就遇到了好东西，除妖是不可能除妖的了，采掘宝物才是重点。就当他们在采摘灵草的时候，突然掉下了提前设置好陷阱。先把这人抓回去，我去布置下一处。阿深真麻烦，老师都说了，对付这些人不要心慈手软，阿深却偏不让，随意下杀手，直接在底下铺一层竹毛多好，省得搬。行了，别抱怨了，阿深也是为了不给老师惹来太多麻烦，快去吧。与此同时，圣山另一处正有3人围聚着，修为皆是临近筑基。2位师弟，咱们总不能一直在此耗着吧？今次咱们可是来除妖的，总不能为了这一株仙草在这儿耗上1天吧？师兄，这是什么话？这雪莲少说有300年了，对修炼可是大有益处。俺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吧？明知就这一株，要么我们3个分个高下，谁胜谁的。反正按照之前大比的规矩，咱们早晚是要交手的。果然和老师说的一样，你们这些家伙都是贪婪的。东西你们就别想了，老师留下吧。真没劲，看来老师多虑了，就这种货色根本配不上老师教的战法。会用上的进山的人不少，这些不过是实力最差的。记着老师的吩咐，遇上厉害的人别逞强。知道了知道了，我去睡会儿，忙你的去。没有能通讯的东西，夜里只能凭着学生们不断传回来的消息了解外面的情况。所幸学生们很能干，传回来的也几乎都是好消。虎吉，来，这是你的考试题目。眼下还没发生什么大事，正好趁着今晚让虎吉完成测试，说不定系统给的奖励还能帮着学生们击退山贼呢。老师，山贼还没退走，您看，要不还是等山贼退走了，学生再考吧。相信老师，老师不会骗你的。考题都是平时学的东西，并不难。这种考试真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些知识可都是老师悉心教导我们的，正是因为老师的教导，我们才能开辟灵智，有了今日所成。没准这真是什么提升实力的法门呢？带着几分疑惑，虎吉很快就便把题答完。虎吉完成初级学士考试，现在发放奖励，奖励已向宿主发放，请宿主再接再厉。进阶讲义第1卷已对宿主解锁，请宿主合理使用。讲了个啥？难不成是延年益寿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奖励？夜里正疑惑时呢，突然听到一声响。虎吉，你怎么了？没事，老师您放心，学生只是脚麻了，撞了一下。
那就好，时候不早了，去休息吧。老师再完善一下对策，山贼还没退走，还得你们出力。是，老师您也早些休息，学生先走一步。山林间，雄霸一边狂奔，身上已是多了许多的伤痕，显然是遭到了围攻。跑啊，小妖怪，你倒是接着跑啊！什么狗屁化形大妖，不过如此。来呀，你们要是有种，杀我试试，看看你们杀了我还走不走得出这山林。哈哈哈，笑死我了！你还是乖乖受死，还能痛快些，免得多受折磨。就在此刻，一声破空针重重地砸在了那名太乙仙门弟子上。那几人目光一凝，瞧见来人，似乎与他们年纪相仿，面容却格外威武霸气，虎目圆睁，眼里好似结了冰，冷得渗人。本是意外河大部队脱节了，才被这几个家伙追赶到此。原本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怎么会突然有人类跑来搭救我？而且这人的身上似乎有股十分熟悉的味道。虎杰，你是虎杰？昨晚幸得老师点拨，得以破境。你先歇着，这些家伙交给我。你要干什么？我们是太乙仙门弟子，你敢伤我，太乙仙门必定与你不死不休。哦，是吗？不好意思，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一次了，再听就没意思了。还能动吗？还行，但恐怕出不了什么力了。不只是我，还有好些同学被袭击，伤得不轻。对了，班长，你真的只是考了个试就进阶化形了？那还能有假？老师说的没错，平日里用功一定会有收获。你们也加把劲，等你们都化形了，咱们就都能光明正大的照顾老师了。说着，虎吉转头搜索起那个领头之人的物件。班长，你这是？虎吉取下那人的身份令牌，又扒下衣服，化作那人的模样，去办点事。你先回去。说罢，虎吉便大步走进林间去。虎吉漫步走在林间，前方不远处正有几人迎面走来。参见师兄，不知师兄可有斩获？有，当然有。之前碰上的是第一批，你们是第二批。太乙仙门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这么好的伤药，居然人人有份。正好不少同学都在交战中受了伤，这些伤药是眼下最急缺的物资，是时候让这些家伙瞧瞧老师亲自教给我的游击战术了。班长，你可太厉害了，独自把那群家伙耍得团团转，现在那些家伙全都吓破胆了。就是，这几天那些家伙开始集中扎营，都不敢在林子里乱窜了。都是老师教的好，现在那群家伙不敢大肆搜寻，咱们就趁他们扎营，扰乱他们的阵脚就好。有这些伤药，也不必担心受伤没法治了。突然脚步声传来，众妖立刻收声，齐刷刷地看向叶离。我都听见了，你们很棒，老师替你们感到骄傲。老师好。亲眼目睹虎吉成功化形之后，众妖们对叶离的尊敬已然提升到了膜拜神灵一般的层次。好了，把你们都叫来，是打算给你们再添一门新课。最近山贼作乱，我知道不少人都受了伤，所以新开的一门课是医学。这是虎吉完成考试后系统给的进阶讲义《黄帝内经·素问篇》《上古天真论》。就在夜里讲着书中的内容，众妖们突然感知到了天地精华疯狂进入体内。毫无疑问，夜里讲的根本不是医学，而是修炼之法。老师，这门课好难啊，咱们一句一句的学吧。夜里每念出一句，都有股无形的压迫力，压得众妖们喘不过气来。也是，这和你们之前学的那些跨度太大，通篇教给你们太过难懂，还是一句句学吧。这是什么恐怖的神通啊！仅只是开篇第一句就有如此神威，多听一句便如同要被碾碎一样。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全然没有察觉到讲堂之外正有一道人影悄然潜伏着，脸上的惊讶之色丝毫不比他们少。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让我生出顿悟？我所修炼的法门，乃是太乙仙门开山祖师3000年前留下的传承，从未有过旁人能解开其中的奥秘。可此刻，只凭一眼观摩，竟是让困扰我多年的瓶颈有了松动。这里的叶草银木又有着惊人的灵韵，连柳树、老参这些植物都有了化形之姿，只怕此人正是太乙仙门神隐3000年的开山祖师。老祖宗，老七，你确定？且不论那人是否真的是老祖宗，有如此神通大能，乱断不可得罪。速去传讯，将圣山中的小辈们全部召回。老七，你说那位前辈在向精怪们传授一种惊为天人的修炼之法，你可记得那法门？记得。灵秀峰主一字一句地念出了在圣山中所听，顿时有几位长老直接原地突破到了化魂境。的确是旷世神通，几乎可以肯定此法出自老祖宗之手。
看来咱们这次安排弟子进山杀妖是闯了大祸。圣山之中哪里是什么妖邪啊，那可都是老祖宗亲自教化的护山神兽。事到如今，后悔已然无用了。老七，带小辈们全部撤出来，你来带路，我要亲自去向老祖宗谢罪。好消息，外头的人应该是被咱们打怕了，全都退走了。恐怕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太乙仙门的小辈应该是收到了长辈的传唤才推走的。若是这样的话，恐怕太乙仙门的长辈高手很快就要来了。阿深，太乙仙门的高手，咱们能对付吗？难。据我所知，太乙仙门的顶尖高手，放眼当今天下，都可算是一流的。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毫无胜算。不过还好，咱们手里还有交涉的资本。班长，此事要靠你了。第二天，大长老和灵秀峰主走在山路上，心情颇有几分忐忑。老七，你说老祖宗会宽恕咱们吗？不好说。昨日我瞧见老祖宗对那些护山神兽十分亲近，全然当作关门弟子一般，手把手的教导小辈们进山伤害这些神兽，只怕老祖宗气得不轻。是我们失察，害了小辈们，也得罪了老祖啊。罢了，今日有何责罚，我二人担着便是。但愿老祖不会因此事弃我太乙仙门离去。片刻功夫，二人已是到了圣山深处。二位可是太乙仙门的管事人？想必这定然是老祖派来接应我们的，不愧是老祖亲自教出来的。虽是只有化形境界，但其气魄属实不凡。阿参说的没错，眼前的这两个人实力完全不是我能想象的，随便一个都能轻而易举的将我杀死。如今的情况下，为了不让老师被打扰，只能拿出一些老师传授的东西作为交换，来换取两边的太平。太乙仙门现任管事大长老，现任灵秀峰主，见过神兽阁下。说好的，太乙仙门的长辈杀气腾腾的找上门来，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呢，这难道是老师讲过的成语先礼后兵？神兽阁下，今日我二人代表太乙仙门前来求见老祖宗。前几日我等令小辈弟子进山，叨扰了老祖清静，今日特来请罪。老祖宗，你们说的是老师？正是，阁下的老师便是我太乙仙门的老祖，还请神兽阁下通禀一声。老师不喜欢被人打扰，你二人先在此等候，我先问过老师，再给你们答复。是老祖没错了，这位神兽阁下年岁至多不过16、17岁，本体乃是虎妖。我所知道的最快化形的虎妖，也花了60余年，能让一只16、17岁的小虎化形，非老祖神通不可。那便是来对了，等着吧，今日定要见到老祖。阿深，好消息。怎么了？见到太乙仙门的人了？他们怎么说？那些家伙把老师当做他们的开山祖师了。当真？那太好了。据我所知，太乙仙门的开山祖师早已不在世上了，全无对证。老师手中又有绝世神通，足以骗过太乙仙门的人。倘若真是如此，今后咱们大可不必担心太乙仙门了。你说吧，咱们该怎么做？此事要告诉老师吗？得辛苦老师写点东西，我去办。班长，你去把人带过来，和计划的一样，带到仓库去，让同学们不必集合，各做各的事就行。我很快就来。说着，阿参起身奔向叶离的住处。柳儿97%，金梨儿99%，小莹98%，猢狲儿97%，阿深99%。看来大家最近都很用功呢。老师您在吗？进来吧，阿参，什么事？老师，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您昨天教的上古天真论第一句，能写一份给我吗？我在邻村有几个玩伴，听说咱们村里有老师，也想学点东西，您不介意吧？好学是好事。叶离提笔写下昨天讲过的那句，又将后面的内容一并交给阿参。拿去吧，你的那些玩伴要是有兴趣，让他们一起来上课。好嘞，多谢老师。神兽阁下，不知老祖他老人家可愿见我们？老师这些年习惯了清静，不想见人。闻言，大长老二人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看来他们这次是真的惹怒老祖了。不过老师也说了，念你们无心之过，不予追究。你二人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找那些小辈，把他们带走。不愧是老祖亲自经营的宝地呀！若非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想象这般光景的。我也是昨日亲眼见过，方知老祖神通盖世无双啊！进去吧，小辈们都在里头了。二人走进仓库内，便见一众小辈缩在角落里不敢作声。阿深，人带来了，你跟他们聊吧，我在外头守着。
见过仙草阁下，想必我二人的来意，阁下已经知晓了。不知老祖宗有何吩咐？一旁被捆着的小辈们瞧见自家师尊竟如此卑微，皆是瞪大。老实说，他太久没见过外人了，不想被打扰，所以让我来和二位谈，给二位传句话，顺便送二位一点小玩意儿。请仙草阁下明示。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老师说了，留在此地就是图个清静，往后管好门中的小辈，没有老师的传召，不要靠近此处即可。另外，老师让我把这2幅字送给你们。说着，阿参便把叶离亲手写下的2幅字推到二人眼前，和灵秀峰主抄写下来的不同，看着叶离亲笔写下的字迹，那股明悟感更胜之前100倍。谢老祖恩赐。起来吧，这幅字是老师送给太乙仙门的，还有1幅是送给2位和一众小辈们的警句。二人跟忙起身，迫不及待地拿起另一幅字来，上头写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良久，大长老方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敢问老祖是否身在此处？”在。老祖定然已经功残造化，达到了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无相之境，难怪3000年来老祖音讯全无。东西给你们了，老师的话也带到了，二位言尽于此，我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带上小辈们，早些回去吧。另外，还请二位牢记，老师不喜欢被人打扰。今天的事，还望二位不要声张，免得惹得老师心烦了。后果如何，我可不敢保证。是，仙草阁下放心，我二人一定好生管教门徒，并不扰老祖清静。这就告辞了，还请阁下带我二人向老祖问安。待人群走远，阿参和守在外头的虎吉方才发出一阵爆笑。还是你有办法。托老师的福，若非老师神通广大，也吓不走他。往后几天可要辛苦班长了，我看同学们大都临近化形，想来最多3、5天，大家伙都要开始化形了。班长你有经验，可要辛苦你照。小意思，都加把劲，等大家都化形了，才好尽心照顾老师。对了，老师那边还用去交代一声吗？不必了，老师问起，我自会去汇报，其他的就让大家伙不必操心了。辛苦班长巡逻，我要准备化形去喽。太乙仙门大殿之上，众多长辈齐聚，堂下亦有诸多小辈被传唤过来，听候号令。小辈们，今日门中要宣布一件大事，都认真听好，绝不可儿戏。大长老一边说着，便拿出了在圣山中老祖的教诲。经过查证，圣山之中乃是咱们太乙仙门开山祖师的清修之地，山中精怪乃是老祖亲自教化点拨的护山神兽。从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自踏足圣山，违者按宗派最高刑罚处置。另外，这2幅墨宝乃是老祖亲笔，乃是最顶尖的修行之法。今日向你们展示其一，另一幅需功勋卓绝者方可观摩。傍晚时分，叶离端坐在桌边，对照着系统中学生们的学习进度，开始制定考试题目。忽然，系统传来一阵提示：检测到新学员，请宿主确认。新学员。哦，对了，应该是阿参说的隔壁村的孩子吧？接连看下来，这些新学员大都是学习进度不超过5%的，倒也符合他的预期。但其中有一个却让他颇感惊讶。新学员方一，学习进度100%，可以开始进阶考试。这孩子居然这么厉害，刚被系统记录就已经可以开始考试了。稍作思索，叶离便去找阿参。阿参，没打扰你休息吧？没有，老师，我听说您在准备让我考试了。对，你金莲还有小妍，你们3个的考题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可以考试。不过考试之前，老师要让你出去一趟。你之前把老师写的东西送到邻村了吗？哦，对，送过去了，邻村的人特别喜欢。那就好，明天你去一趟邻村，找一个叫方一的孩子，让他明天过来考试。方一，之前抓的太乙仙门的弟子确实有个叫方一，想来是看过老师的墨宝，有所顿悟，即将破关了，倒也正好。今天的事虽然让太乙仙门的管事人服气了，但想必门中还有人存疑。要是有个太乙仙门的弟子在老师的点拨下轻松破关，太乙仙门的人就绝不可能再有疑惑了。好的，老师，明天我就去叫他过来。老祖宗的大神通果然厉害，之前修行中的不解之处全都解开了。结束冥想的方一刚要起身离开练功房，身后忽然凑近，毫不避讳的伸手揽住他的腰。方师妹练完了，可有空闲跟师兄聊聊吗？董师兄自重。真冷漠，我还想着师妹你即将筑基，传授你些经验呢。不劳师兄费心，师兄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师尊解释之前山里发生的事吧。我听几位师弟说了，董师兄当日为了脱身，可是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闻言，董良脸上的嬉笑瞬间将死，渐渐转为阴冷之物。原本想着死无对证，但是若他的行径被捅出来，只怕免不了被重罚。
方一的性子我太清楚了，历来都是个认死理的丫头，想堵住方一的嘴，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只能……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要灭口，这儿就是个好地方，只需将方一伪装成练功时出了岔子，走火入魔即可。恰逢此时，方一的传音令牌响了起来，方一便停下脚，听着传音令牌传来的消息。知道了，师尊，弟子这就过去。董师兄，还有别的事？没什么，听你回复，是师尊找你吧，快去吧，莫要让师尊久等。师兄管好自己就行。辛苦仙草阁下专程跑一趟，方一那孩子马上就到仙草阁下应查。方一是个好苗子，眼下筑基在即，让方一进入圣山，由老祖亲自点拨筑基。方一乃是女帝看中的人，而今方一被老祖看中，要亲自指点。此事若是告知女帝，想必女帝也会大喜。片刻功夫，方一来到大殿上，一眼便瞧见了和灵秀峰主对坐的阿参。参见仙草前辈。不用多礼了，准备一下，跟我进山。老师说了，你筑基在即，刚好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也临近化形，便一并指点了。方一闻言，心头不免大惊。按理说，修士临近筑基，气息并不明显，而老祖远在圣山深处，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便能准确知道他即将筑基。光是这一手，便足以碾压门中长辈。晚辈这就准备，有劳仙草前辈等我一炷香的功夫。好，一炷香后，山门前等你，快去吧。大长老，先告辞了。我送阁下，方一那孩子就拜托阁下照顾了，辛苦阁下到，我向老祖问安。一定带到。圣山之内，方一一路跟着阿参来到村里，虽说是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瞧见那么多精怪，仍是免不了的有些害怕。仙草前辈，不知今日我能否有幸见到老祖？大概会吧。若是见了老师，可要管好你的嘴，别咋咋呼呼的。老师不喜欢别人喊他老祖，也不喜欢别人喊我们这个精那个怪的，大家都喊老师，互相之间同学相称，乱说话惹了老师不高兴，可别怪我没提醒。多谢前辈点拨。片刻功夫，阿参便把方一带到了讲堂内坐下，在这等着，待会儿老师过来给你发考题。交代了一声，阿参便兀自坐下，静静等候着。在片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的声音，方一立刻瞧见，精怪们在听到脚步声时，立马坐得端正起来。阿参，那个叫方一的姑娘来了吗？弟子方一参见老师。好，来了就好，坐吧，准备开始考试。叶离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将试卷分发了下去。不是来冲关的吗？怎么变成笔试了？这难道是老祖特别的点拨方法？他想不明白，但周围的精怪拿到试卷便开始奋笔疾书，也由不得他怀疑，只好埋头看向试卷。这哪里是什么考卷呢？这分明是一份太乙仙门传世秘典的拓本，而那些所谓的考题，便是要我写下对秘典的感悟。参悟秘典是最好的破关之法，若能对秘典有大感悟，连破数层修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绝不能辜负老祖的点拨。方一暗中给自己打气，从袖下取出自己的珍藏的筑基丹。方一同学，你在做什么？老师，我作弊可不好，交出来。考试要靠自己的真本事，念你是第一次，不予追究，再有下次就不准你参加考试了。方一被吓得一哆，赶忙将筑基丹交到叶离手里。不出片刻，在此考试的学生皆完成了化形。学员阿参、小银、柳儿、金离儿、胡孙儿、方一顺利通过考试，现在发放奖励，进阶讲义第2至第7卷已对宿主解锁。看来系统是铁了心要让他教学生们医术了。其实也行，学生们学，自己也跟着学，保不齐哪天真能治好了眼睛。此刻叶离全然不知在学生们眼里，正有6道金光从天而降，落入叶离眉心之中。这般景象，我曾在女帝的手记中见过，这乃是天赐大道时才会有的景象。当年女帝成功悟道，天降金光入眉间，女帝得了入圣之资，将来圣人之列必有一席之地。好了，你们也考完试了，去把其他人叫来吧。方一姑娘，你也不急着回去，听完课再走。是，老师。今天咱们讲上古天真论的第2句，方一姑娘听完课记得抄录好了带回去。太乙仙门内，大殿上，大长老和灵秀峰主正对坐下棋。老七呀，算着时辰，方一那妮子该回来了吧？怎的还不见人？那妮子去向老祖求学，有什么好担心的？老祖亲自指点，换作是我，老祖不撵我走，我绝不走。哈哈，说的也是，方一那妮子是有福的，老祖亲自教导，整个修行界怕是也找不出第2个人了。二人正聊着，屋外忽然传来脚步声。2位师尊，弟子回来了，这是老祖赐下的法门后续，
请二位师尊过目。快拿过来！方一将法门放下，上头写着上古天真论的第2段。这一段不像之前看着墨宝就能有助修炼，仔细观摩，并无什么修为上的变化，但却引得大长老和灵秀峰主2人陷入深思。这一段似乎并不是修行之法，也不是观摩冥想之法，老祖赐下这一段，不知是何用意。老祖此言是在警醒咱们，看似是在说如今的人体魄不及古时，实则老祖是在说咱们现在的修炼之法有问题。如今的修士太过看重修为，对炼体之法毫不在意，长则以往必不可行。对，不错，就如前些年的破军山门下小辈皆是武仙，精通炼体之法，同辈之中竟是许多修士小辈，在破军门徒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想必老祖已然察觉到了此事。我懂了，老祖这是在提醒我们要尽早纠正修炼之法。之前老祖赐给咱们的2幅墨宝，给了弟子们悟性和快捷的修炼之法，就是要让弟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好生炼体，让体魄跟上修为。不错，老祖定是这个意思。依我看，此事应当立刻禀报掌门，由掌门亲自下令变革门中的修炼之法。可掌门还在关中，你我前去打扰，只怕不妥。有何不妥？老祖下旨负责宗门，此等大事岂能瞒着掌门？老祖能料想到此事，降下这般旨意，想必就是要让我们提醒掌门。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这样吧，你我先去掌门闭关处，若是掌门应答你我，便如实禀报掌门；若是掌门无暇应答，此事便由你我先行布置，待掌门出关再做禀报。弟子遵命。方一赶忙抱拳作答，起身随着2位师尊假宿掌门离闭关之地。太乙仙门最高处名叫云路金顶，云路金顶上矗立着一座古朴殿堂，此处乃是太乙仙门历代掌门人的闭关之所。大长老从怀中取出一枚紫金铃，站在殿门前轻轻摇晃，殿内若是传回铃声，便是掌门的回应。3声，掌门此刻闲暇，有空听汇报；2声，掌门此刻正忙，没空听取汇报；1声，掌门正忙于参悟，不可打扰。若是一炷香后还没有回应，则掌门正处在至关重要的关口上，无暇他顾。看来咱们来的不是时候啊，也罢，终归是老祖的意思，先筹办起来吧。想必掌门知晓此事，也不会怪罪咱们的。说罢，3人便欲转身离开，忽然一阵风响自天上传来，云层之上似有雷霆翻涌。这是难道掌门今日就要攻城破关入室？鬼血雷，不好，掌门出岔子了！老七传讯所有人，开启护山大阵。灵秀峰主也立刻意识到了事情不妙，抛出传音令牌便要传讯，还没等他开口，一声巨响便猛地传来。大长老、七长老不必担心，本宫还没走火入魔呢。参见掌门。可恨，自本宫得到天赐大道已有50余年了，本宫自诩参透了大道，为何这最后一关本宫就是迈不过呢？大长老、七长老还有方一徒儿，你们今日何故前来啊？敢问掌门，是因何故失败的？方才鬼血雷浮现，我等倍感惶恐。还能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本宫是女子，法身阴柔，抵抗不住大道洗礼。若非如此，本宫早就入圣了。闻言，大长老3人俱是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惊诧。难道老祖早已预料到了此事，这才在这个关口上赐下法门？你们3个这是怎么了？见你3人面色怪异，莫不是有什么事要告知本宫？营掌门，近段时间我等察觉到圣山之内有精怪出没，故而擅入其中查探，在圣山之内寻得了开山祖师。开山祖师？呵，你在说什么胡话？老祖他老人家3000年前便不知所踪了。本宫执掌太乙仙门多年，从未察觉到圣山之内有任何气息存在。即便你们真的找到了老祖，只怕也是老祖的尸骨吧？不，乃是老祖本人。那山中精怪亦是老祖亲自教化。我与大长老曾亲自进入圣山，得了老祖赏赐的法门，此刻就挂在大殿上。今日方一徒儿也曾得到老祖亲自点拨，还带回了老祖的警示。一派胡言，警示何在？拿来我看，我倒要看看是何人装神弄鬼。方一闻言，赶忙将抄录地上。云路仙子看罢了，眉毛顿时皱得更紧了。大胆狂贼，擅入我太乙仙门禁的，还敢冒充老祖，欺瞒我门徒，
此事本宫绝不罢休。你们三个都说去过圣山，方一徒儿更是亲眼见过那人。那明日待本宫调理好气脉，便带本宫去与那厮当面对质。若是让本宫发觉此人装神弄鬼，本宫必将那厮挫骨扬灰。老师，有个事要跟您汇报一声。遇到什么麻烦了？就是隔壁村的村长，听说您在给他们村里的小辈上课，打算来见见您。那正好交流一下，让隔壁村想求学的孩子都来上课嘛。孩子们好学是好事，但隔壁村的村长怎么说呢？脾气很大，似乎还很忌讳他们村的小辈外出求学，估摸着来了咱们这儿会很不友好。没事，去招呼几个礼貌的同学，泡茶，准备些点心，老师去和隔壁村长聊聊。是。环境倒是不错。太乙仙门的几位，请随我来吧。老师已经备好了茶点，就等几位了。你是仙草阁下。大长老好眼力，正是在下。昨日和方一姑娘一同考试，侥幸过关，成功化形。方一姑娘应该是亲眼瞧见的。这参经不过1000年，但其觉醒灵智开始修行，绝对没有超过5年。5年之内化形，即便是我都难以做到。难道真有绝世高人？带着这般疑虑，云露仙子一行跟着阿参来到了叶离的会客间。云露仙子瞧见叶离的第一眼，心中便立刻闪过一丝惊。我竟然感知不到此人的气息，要么眼前的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凡人，要么此人的修为正如大长老所说，达到了传说中的无相境界，依然与天地融为一体。他依旧无法确信，索性把感知提升到极致，神识自灵宫探出，飘向叶离，欲要仔细查证一番，却不料神识接触到叶离的一瞬间，一股如坠冰窟、森寒彻骨的寒意立刻涌上心头。可怕，从未想象过的可怕，那种感觉错不了。叶离的双眼上隐藏着无上大道，整个太乙仙门，他只需弹指一挥间，整个太乙仙门都要化作飞灰。这是凤凰水仙。厉害啊，这正是凤凰水仙，学生们种的，几位尝尝吧。什么凤凰水仙？倘若服食，便有1/1000的概率能得到那一缕凤凰精气，浴火淬体，涅槃重生。难道眼前这位当真是老祖宗？窥见天机，知晓了我会破关失败，这才引门中小辈到此，带回法门和警醒，又算准了我，给我准备了这珍贵无比的凤凰水仙，为我重塑法身。有一事我想问先生，还望先生相告。听方一说，之前曾在先生这里参加过考试，不知否透露一下考试的内容？在叶离这里的考试，考的是太乙仙门秘传之法，其中许多内容是如今门中已经失传断代的。小事一桩，阿参把方一姑娘的考卷给这位客人看。云露仙子接过考卷，沉默着看完，心中疑惑已是一扫而空。不会有错了，试卷上写着的毫无疑问是太乙仙门的秘传之法，且是最古老、最完整的那一版，其中至少有30%是已经失传，连我都没见过的。普天之下，能拿出这法门的人，只有老祖一人。云露仙子站起身来，当即欲要参拜叶离，大长老却忽然神识传音：掌门不可。先前便听仙草阁下说过，老祖不喜欢被人称作老祖，更不喜欢旁人屈膝礼拜，只爱听人叫一声老师。掌门万万不要坏了老祖的规矩。你不早说。学生姬云露请愿，希望今后能来老师这里听课，还望老师成全。只是我，若是老师不嫌弃，我门下天资最好的小辈们都交给老师教导。好啊，孩子们想学就让他们来好了，我最喜欢好学的孩子了。老祖这是允了我的请求啊！后门中的精英弟子们全都能得到老祖的亲自点拨，那不得甩开其他宗派几十条街。哦，对了，今天你来的正巧，不如顺便考个试再走吧。老师，您的意思是要给我方一那样的考题？老祖连我冲关失败都算到了，特地准备了凤凰水仙，为我增强法身，说不定真就给我准备了什么特别的法门，能让我冲破瓶颈。其实他并不知道，叶离远没有他脑补的那么深，提出考试仅仅是因为眼馋系统给的奖励。系统提示：姬云露的学习进度已经达到了100%，奖励治疗双眼的方案。你可愿意？愿意。好，那就准备一下，开始吧。几位自便，阿参招待几位四处转转。来吧，这是你的考题，认真答，不要作弊。姬云露迫不及待地看向试卷，顿时看得两眼发直。试卷上根本不是他料想中的法门神通，而是一团杂乱的线条。但他看向那团线条的第一时间，便已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团杂乱的线条里隐藏着的，正是他苦苦追寻了几十年，仍旧没有参透的东西——剑仙大道。姬云露缓缓闭上眼，进入了入定。此刻的他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有着独特规则的世界，名叫剑域。开始了吗？剑域之中，神识会化作实体。法身的承受力越强，实体便越强。姬云露法身天生便是阴柔的，
韧性有余，强硬不足，几次冲关都是法身承受不住剑狱的撕扯，功亏一篑。可笑老祖给了那么多指点，我竟还是止步于此。难道我注定与剑仙大道无缘吗？忽然，神识四周竟是升起一片火焰，先前受到的伤害竟是瞬间愈合。这难道是浴火淬体、涅槃重生？这凤凰精气就是助他冲关的关键所在，岂能辜负老祖恩赐？今日我必破此关。咋来了？下点雨好啊！最近这几天太过闷热了。此刻跟着阿参四处转悠的大长老等，皆是看傻了眼。入圣金雷，掌门成功了，可这雷劫足以抹平百里方圆。怕什么？老祖在此，区区入圣惊雷又何可惧？足可是无相强者，一道入圣惊雷，怕是老祖弹指一挥便能抹除。说的也是。咦，二位师尊快看，老祖好像要出手了。大长老瞧见叶离出了讲堂，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然后雷劫忽然没了动静，直接消散了。我懂了，是老祖身上的无上大道威压太甚，直接逼退了雷劫。啊，对，老祖的境界当真是让人不敢想象啊！我已达到入圣境界，感觉如何？我这里教的东西可还值得学？值得，太值得了！学生只恨没有早些来向老师求学。老师放心，学生今日回去稍作梳理，便把小辈们带来，让他们好好向老师学习。那就辛苦你了，既然急着回去，我也就不多留你了，快去吧，来日方长。是。姬云路应了一声，立刻兴高采烈地出父母去，招呼上大长老等，飞速整回太仙人。想必这消息一出，修行界就该变天了。讲堂内，叶离期待着系统给出的奖励。学员姬云路完成初次考核，奖励已发放，系统额外奖励双眼治疗方案1，请宿主查收。现在为宿主播报治疗方案，欲治愈双眼，需要宿主完成下列任务：任务1，解锁黄帝内经全部讲义；任务2，教授100名学员，并帮助所有学员通过初级考核；任务3，帮助15名学员通过黄帝内经课程全部考核。这任务做完得交到猴年马月去了，果然没那么简单啊！罢了，慢慢教吧，也不知道隔壁村到底有多少孩子，但愿能多一些吧。太乙仙门，姬云路刚进了大殿，便瞧见2位管事长老等在大殿上，脸色颇有几分焦虑。2位长老何事如此焦虑啊？参见掌门，恭喜掌门出关。方才圣山之中出现入圣金雷，此事已不胫而走，各大宗派都已收到了风声，纷纷传来音讯祝贺，几大仙门纷纷提出要登门道喜，此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明日便到。来得这么快，不是想贺喜，是想确认一下本宫究竟是成功入圣，还是走火入魔了吧？吩咐下去，明日设宴款待各方宾客。既然来了，就索性让他们好好看看本宫到底是否走火入魔。而今老祖重新出山，本宫倒要看看这般鼠辈能翻出什么浪花来。隔日晌午时分，太乙仙门，姬云路高坐在掌门主位上，底下客座左右排开，坐着林林总总20-30号人。承蒙诸位挂念，远道而来，本宫代表太乙仙门谢过诸位好意。呵，元路丫头，见你如此精神，我等也就大抵安心了。早些时候听闻你太乙仙门出了鬼血雷，我等还担心是何人引动，而今看来倒是担心的有些多余了。诸位先有关怀，本宫感激不尽。至于那鬼血雷，本宫也不瞒着诸位，乃是本宫冲关失败引来的，所幸上天庇佑，得以顺利破除。本宫倒是未曾折损什么，有劳诸位挂念了。并未折损，不尽然罢。鬼血雷的危害何其大，可谓人尽皆知。寻常小辈不慎引来，都难免殃及旁人，更何况是云路仙子你呢？此人乃是7剑仙门之主，飞鸿剑圣，新生代中最先达到入圣境界。不错，仙子你引来鬼血雷时，可是神谷之巅，隔着入圣境界一步之遥。那鬼血雷的威力，足够抹平大半个太乙仙门了吧？岂会无损？如各位所见，太乙仙门平安无事，本宫亦平安无事。诸位皆是神谷境界，飞鸿道兄更是入圣高人，总能看得出来，这不是本宫的障眼法吧？仙子如今可是入圣高手，即便用了障眼法，也不是我等区神谷境界能看破的。哦，本宫听明白了。说到底，诸位是觉得本宫入圣另有隐情，事出蹊跷，对吧？诸位有何高论，不妨直说，本宫愿闻其详。不错，既然仙子把话说开了，我等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据我等收到的消息，太乙仙门鬼血雷出现之后，仅隔了半日，便有入圣金雷出现。岂是那入圣金雷尚未落下，
便离其消散。此事难道不蹊跷？诸位皆是明白，自神古道入圣，乃是挑战大道的过程，可从未听说过哪位大能的入圣惊雷会自行消散的，反倒是我等清剿过的某些妖邪之道手里，查出过不少丧心病狂的非常之法，可骗过入圣惊雷。飞鸿道兄的意思是，本宫用魔道秘法规避了入圣惊雷。不敢断言，只是些许猜测罢了。碧血门曾记载着一门以入魔为引，避过入圣惊雷的法门，因其太过血腥残暴，当年剿灭碧血门后，便被拆解开来，由我各大仙门保管，以免外泄。此法最核心的部分就在太乙仙门手中吧。恰好今时今日，仙子鬼血雷在先，紧跟着入圣惊雷便自行瓦解。若是巧合，未免也太巧了吧？看这架势，今日是铁了心要给他定上罪名，好把他就地正法。诸位，此事中的某些细节，本宫不便透露。本宫立下天道誓言，从未染指过妖邪之法，若有虚假，天诛地灭。誓言就不必了，入圣惊雷都有规避之法，更何况一句誓言呢？仙子方才说有些细节不便透露，不知是何细节啊？倘若真的问心无愧，又怎会不便透露呢？道兄这时根本不打算与我辩解，直接要把我当作邪魔妖道处置。好，你我厮杀一场，我会用正统的剑仙之道打爆你的狗头，让你把先前的话嚼碎了咽下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里面请吧。在座的各位都听到了，我已足够退让了。这话是云露仙子亲口说的，当着众仙友的面，可别反悔。众人穿过虚空裂隙，裂隙之内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荒芜天地。这便是入圣高手制造的太虚幻境吗？果然玄妙。听，不愧是入圣境，只是余波便有此等威力。剑来，来得好。如何？停，这是什么剑意？如此纯粹，如此凝练，这到底……飞鸿剑仙的最强一击，却被姬云露轻松化解，但他实在无法想象，姬云露昨日方才入圣，怎会有如此惊为天人的感悟？飞鸿，如此一来，可能证明我从未染指邪道，乃是仙家正统了。在下誓言，恳请仙子恕罪，在下愿尊仙子为师，请受在下一拜。飞鸿剑圣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傻了。姬云露对剑仙大道的感悟，难道已经达到了飞鸿剑圣望尘莫及的层次？这真的可能吗？昨日入圣，今天感悟就超越了飞鸿剑圣20年的钻研。服气了，服了，恳请仙子点拨，我愿并起先前一切所学，拜入仙子门下，听候仙子教诲。飞鸿剑圣感受到姬云露所拥有的感悟，才是他毕生都在追求的东西，自己参悟出来的那些，不过是剑仙大道的皮毛罢了。诸位呢？可还有哪位要接着逼问本宫的？一听这话，众人赶忙连连摇头。眼下飞鸿剑圣都跪地服软了，他们哪还敢多言？既然如此，本宫便可说说先前不愿细说的那些细节了。不过说之前，我要诸位立誓，今日所见所闻，除非得到我太乙仙门的许可，否则不可外传。诸位愿意立誓，我便细说；不愿立誓的，现在就可以走了。我等愿意立誓，请仙子赐教。既然各位都已立誓，我便直言了。今日我侥幸取胜，并非是我自己的本事，而是受到了高人点报。可这也不对啊！剑仙一脉自古不传外人。据我所知，太乙仙门中似乎没有哪位剑仙前辈吧？莫非是传说中太乙仙门的开山祖师？不错，我太乙仙门老祖依然出山，如今就在圣山之中隐居。那日本宫破关失败，老祖引本宫入山相见，稍作提点，本宫便得以破关。那入圣惊雷为何凭空消散？正是老祖神通。那照你说来，贵门老祖岂不是早已公参造化，凭空抹去入圣惊雷？那起码得是天劫境界的大能了吧？老祖具体修为几何，本宫无从断言，也无法说清老祖是如何做到的，只能告诉诸位，老祖神通远非我等能想象的。早先不谈，是担心诸位叨扰老祖清修，还望诸位能明白本宫的用意。眼下诸位已然立誓，本宫可以带诸位去觐见老祖，但还请诸位谨言慎行，若是惹了老祖不悦，本宫可保不住你们。众人闻言皆是兴致满满，赶忙点头。他们被困在神谷境界已经太久了，若是能有前辈高人点拨一番，为他们指明方向，冲击入圣境界，便是板上钉钉的事。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夜里讲完了今天的课程，放了学生们离开，起身准备回屋，刚要走，系统忽然传来一连串的提示。检测到大量可教导的学员，由学员基云录引荐，请宿主确认任务。任务内容如下：系统将给出适合这批学员的教案，依照教案教导学员，并将其收为正式学员。任务奖励：每成功收下1名正式学员，宿主将获得一份相应的奖励。哦，隔壁村长的办事效率真高啊！但是这每个学员竟都有特殊教案，这种情形可是头一次出现。罢了，总归招了人再说，奇葩归奇葩，倒也不坏。老师，隔壁村长带了好些人来访，正在村外候着，要叫他们进来吗？把他们请进来吧，教案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呢。是，学生这就去。村外步道上，姬云路带着各大掌门恭敬等候着，各派掌门四下张望，不免连连感慨：此处果然灵运非凡。一路走来，这小村里走动的大都是化形精怪，栽种的也大都是灵芝仙草，属实不凡呐。没想到太乙仙门护山大阵中竟还有这等灵秀之地，不愧是太乙仙门开山老祖，手段果然玄妙。诸位，面见老祖之前，我还得叮嘱诸位一句，见了老祖不可胡乱言语，老祖不喜旁人称他前辈、老祖之类，诸位皆称老祖为老师，以学生自称，莫要惹老祖不悦。另外，此处无论是人还是妖，修为是高还是低，均无高低贵贱之分，互称同学，诸位切记。片刻功夫，便见虎吉迎面走来。诸位是来拜访老师的吧？里面请吧，老师在讲堂等候诸位。众人毕竟的跟着虎吉来到讲堂中，瞧见叶离时，方才尚且存疑的人，此刻全然不敢再有半点疑惑。所有人都在叶离的双眼上感受到了一股无上大道的气息。各位同学都坐吧，远道而来，先坐下歇息片刻，相互认识一下。众人赶忙落座，坐得端端正正。在这里呢，我先点出几位同学来，这几位同学要学习的东西比较特别，稍后我会单独教给你们。点到名的，先坐到讲堂一旁等候。梁红、莫无双、余秋水、陈月荣，请这4位同学先到一旁稍后。姬同学，你也一起吧。夜里把这4个名字一点，堂下众人皆是一脸惊诧。这4人正是今4大仙门掌门人的名字，尤其是金花姥姥的真名余秋水，当今修行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就连其他3门掌门人都不曾知晓金花姥姥的真名。其他同学呢，今天要学的东西是一样的，当然点到名的4位也可以学学看，这和你们之后要学的东西并不冲突。今日我们学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师这是何意？不知道，再仔细看看吧，我也不太懂。这系统给的教案，除了点了名的那4个学生之外，剩下的学生的教案只有这一首登鹳雀楼，而且只让学生们自己观摩学习即可，不必讲解。也许这是系统在筛选有天赋的学生，兴许这些学生里有不少适合深入学习古诗词的吧。我也懂了。我好像明白了。姬云路向4人神识传音道：如何？老祖的电报可够玄妙？玄妙非常啊！若是早些遇到老前辈，恐怕我当年能早上10年入圣。不错，关前辈一语可抵我30年苦修。呵呵，原来老前辈让我们先行等候，是因为这一层我等已经参透了，但他们还不懂得。这白日依山，黄河入海，可不就是神谷境界下神识凝形成风，炼骨精气纳入丹田气海之象吗？是啊，天下9成神谷修士走到这一步便被困住了，无法再精进分毫，想要再行突破，光靠吸纳天地灵气已经不够了，只能依靠感悟天地。殊不知夜里此刻听闻学生们兴高采烈的切声议论，一口一个我明白了，心头颇有些茫然。难不成真如我猜想的那样，这批学生是对古诗词十分敏感，颇有文学天赋的？在场学员已完成观摩，令学员们自行感悟，请宿主开始为4名特殊学员教学。各位同学现在可以去自由活动了，之前点名的4位同学跟我来，接下来是你们的课。众人拜谢，转头便出门，各自去寻悟道宝地。今天要单独教你们的课有些特别，眼下飞鸿剑圣都跪地服软了，他们哪还敢多言？我们一定好好学，请老师指教。好，那么梁红同学、莫无双同学，你们2个先过来。被点名的飞鸿剑圣和赤焰君赶忙起身，来到叶离跟前。你们2个要重点学习这门课，其他同学也可以跟着做。来，你们2个跟我做。第1节柔天应穴，跟着老师的动作来，1、2、3、4、2、2、3、4。几人皆是愣住了神。这是什么奇特的功法？不过转念一想，方才老前辈短诗词就能点醒各派掌门，本就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化繁为简。搭在腿上，你敢信？眼保健操竟是锻炼神识的绝世功法。你们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我的神识居然在被淬炼。别人隔壁最有天赋的小辈，大老远的跑来向我求学，不教点别的知识，在这教别人做眼保健操，鬼知道系统是怎么想的。也罢，教他们个眼保健操，保护一下视力。
但在这无比简单的动作之下，几人竟是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神识正经受着一场淬炼。每做一次动作，神识便被淬炼一分，变得更加殷实凝练。我越来越庆幸今日来拜见老前辈了。自我入圣以来，神识便已停步不前。我本以为我的神识平生不会再强半分了，不成想今曰，呵呵，果然我还是太自以为是了，反而固步自封啊。姬仙子，在下斗胆，可否准我向老前辈求取此法，带回破军山传教门徒？倘若仙子准许，前辈也肯自宫。从即日起，我破军山愿归于太乙仙门。破军山乃是五修宗派，相比起其他门庭的弟子，破军山弟子的神识境界大都极低，欲要突破神谷境界，必须参悟天地大道，神识孱弱，参悟大道便难上加难。赤焰道兄先别急，老祖课还没上完，待老祖先把课讲完，再谈此事不迟。这套动作你们要牢牢记住，每天练习一遍很有好处的。另外，一定要牢记每一节的顺序，每个动作重复几次，不可贪多。贪多的下场，刚才他们已经尝试过了。赤焰君做完一轮，立刻想接着做第二轮，但刚做了一次动作，便觉神识受到一股惊人的压迫，仿佛下一秒就压碾碎他的神识一般。好了，接下来余秋水、陈月荣两位同学上前来，这另一门课主要是教给你们的，你要其他同学也可以学。金花姥姥和妙子监督赶忙恭敬上前。看着我的动作，跟着我做，预备节，开始，伸展运动，1、2、3、4。瞧见叶离蹦跳起来，他们立刻就意识到，叶离刚才教了他们淬炼神识之法，现在要教他们断体的神通了。果不其然，一边跟着叶离做动作，几人一边开始感受到浑身上下皮肉骨血经脉纷纷开始发热，好似置身于熔炉之中，全身的每一寸都在被煅烧淬炼。这是要确保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这门课的动作复杂些，同学们都记住了吗？要是没记住，老师再教一遍。眼保健操、广播体操已传授传播，请宿主安排学员将之传播出去，没有一人成功学会，宿主都将获得奖励。今日到场学员人数5，奖励已发放。果然又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奖励，全当这所谓的奖励是让我身体健康了。姬云露忽然走进叶离身边，凑近叶离耳边，低声说道：“老师，学生有件事要告诉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人，大都是给小辈们授课的老师，当然了，肯定是比不上老师您教的好。学生有个建议，不如让他们把手底下有天赋的学生都带来，由老师您亲自教导，您看如何？”难怪今天教的课颇有些奇葩，原来今天来上课的都是各个邻村里的老师啊！难怪又是眼保健操，又是广播体操的，还给其他人看更上一层楼这种诗词，合着是要让他说服这些老师，把学生交给我来带，这就说得通了。那当然好啊，不过还是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我先问问他们。几位觉得今天我教的东西如何？甚好，老师教的东西实在太棒了，我们正想求得老师同意，让我们把这些带回去，交给其他学生呢。几位有心了，几位愿意帮忙传教就最好不过。另外，不知几位是否愿意让你们的学生偶尔来我这里听听课呢？我这里虽然简陋了些，但能教给学生们的东西不少。几位要是不嫌弃的话。七嘎，老师您言重了，您只需吩咐一声，只要不打扰您，我们随时可以把学生们带来，能让老师您亲自教导，是学生们的福气。几位不介意就太好了，今天的课也上完了，几位自便吧，改日有空常来坐坐。几人纷纷站得笔直，毕恭毕敬地送了叶离出门，这才议论起来。老前辈果然神通广大，今日我等可算是备受点拨了。可不是嘛，老前辈竟还准许我们传教，看来前辈的心思是要福泽天下修士啊。对了，姬仙子，老身冒昧，贵门拿出此等神通共享，不知我等应当如何报答才好？先前我等多有得罪，姬仙子不必客气，直说便是。好了，诸位，依着老祖的意思办吧。我想要不了多久，修行界便要焕然一新。不行，绝对不能留他，否则祸患无穷。可他毕竟是我们天骄之后，就此扼杀，叫天下人如何看我七剑仙门？几位尊上长老围在主位边喋喋不休，堂下跪着的丫头名叫玉明儿，12、13岁的模样，本是七剑仙门一代天骄的后人，只因她身负阴烛妖皇体，但其恐怖的修炼速度带来的是堪称天地不容的厄运。每隔3年便有一道小天劫，每隔10年便有一道大天劫，永无止境，至死方休。哪怕强如七剑仙门，有飞鸿剑圣坐镇，也难说留得住他。够了，而今掌门不在门中，咱们朝也朝不出个所以然来。掌门一人传讯，今日回门，还是等掌门回来了再做定夺吧。不多时，飞鸿剑圣大步朝大殿走进来，脸色很是欢喜。恭迎掌门回门，掌门一路可还顺利？顺利，可顺利了，不虚此行啊。那丫头是？哎，这是老九的女儿，之前养在外门，前几天突然觉醒了先天气运。
好事儿啊！之前我还眼馋，姬仙子门下有个方一丫头，身怀先天气运，而今我七剑仙门也有了。老九要是泉下有知，定会欣慰的。可为何这丫头贵府在此？这个禀报掌门，这丫头的先天气运令她觉醒了，因主妖皇体。当真？这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因主妖皇体修为不强时还好说，若是成长起来，引来的灾厄，恐怕连我都镇压不住。不会有错的。前几日巡天殿来人传说，要咱们尽早诛杀这丫头。您看此事？连巡天殿的人都惊动了吗？巡天殿监管修行界的一切风吹草动，任何威胁到修行界的存在，都会被巡天殿第一时间抹除。如今，要么听从巡天殿的指示灭杀玉明儿，要么以我们七剑仙门的名义保下玉明儿，一旦玉明儿成了祸害，整个七剑仙门连坐伏法。在场的各位长老中，80%都赞成遵循巡天殿的意思，只是我等觉得这丫头毕竟是老九唯一的后人，我等也不敢擅自定夺。而今您回来了，还请您主持大局，这丫头是否留下，请您示下。飞鸿剑圣沉默了好片刻，先前求学归来的大好心情都被压了下来。对啊，若是老前辈亲自教化，没准能让这丫头绝处逢生。去联络巡天殿，请巡天殿宽限几日，我带这丫头去见一位老前辈，兴许老前辈能保她平安无事。老师，之前来过的那位梁先生带了一个小姑娘求见，说是想请您瞧瞧那小姑娘。检测到特殊学员玉明儿顺利收入门下，可获得特殊奖励。特殊学员教案已发布，请宿主查收。这次的教案和先前的所有教案不同，没有任何需要他教授的东西，只帮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划，安排方一带新学生去后山探索，同时还附上了一张地图。带来见我吧，顺道去把方一叫来吧。是，学生这就去。约莫这半个时辰后，飞鸿剑圣便带着玉明儿来到了村子里。掌门，这里是什么地方？别怕，带你去见一位老前辈。见到老前辈，不要乱说话，叫老前辈一声老师就好，其他的事老前辈会安排的。说着，二人来到讲堂。老师，学生冒昧打扰了，还望老师莫怪。严重了，听说今天带了个新的学生过来，是叫玉明吧？是，这孩子有些特别，想拜托老师您帮忙看看，这孩子是否还有出路。一边说着，飞鸿剑圣一边把玉明儿拉到跟前。老师好。别怕，你的事老师多少知道一些，给你介绍个人，方一同学，进来吧。话音落下，便见方一毕恭毕敬地走了进来。我这里有一份后山的地图，方一同学，你带明去后山走走，今天放你一天假，好好带他玩玩。明同学初来乍到，好好照顾他，要是找到了什么稀奇好玩的东西，一并给他救。是，学生一定办妥。随即方一和玉明儿便退出屋外。老师，学生也先告辞了，之后再来接明儿，您先休息。方一姑娘留步。前辈何事？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晚辈一定照办。没什么，就是想问问，老师是想让你带明儿去何处？说实话，明儿这丫头和你一样，身怀先天气运，只是她的先天气运乃是热运，因此有些不放心。难怪老师会让我带她去那里。前辈，您请看。说着，方一便递上地图，上头简单的绘制着后山的路线，其中一处被标红圈了起来，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此处我曾听师尊说过，乃是圣山之中的头等禁地，终年被一座神秘法阵笼罩，从外界无法洞察其中。传闻那法阵里埋藏着某种神物，具体功效不明。如今看来，那应该是老祖留下的宝物，十之八九能解明儿妹妹的厄运。若真是如此，我七剑仙门必有重谢。阴烛妖皇乃是至阴至邪的存在，别说巡天殿容不下，就是天地法则都容不下。倘若真能化解，说是神迹降世也不为过。前辈言重了，老祖如此安排，定有老祖的道理。前辈安心等候吧，晚辈这就带明儿妹妹前去。说罢了，二人沿着地图来到后山深处，寻得目的地时，方一不免心中感慨，眼前是一座格外显眼的法阵，好似一片垂直的水幕，隔绝两片区域。方一带着玉明儿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果不其然，这法阵丝毫没有阻拦他们的意。法阵之内，放眼望去皆是桃花。忽然，这桃林中传来一阵清唱声。这法阵里居然有人居住，这法阵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一直无人探索过。门中长辈也不敢轻易打开法阵，生怕里头镇压着什么凶兽妖邪，便一直是个未知之地。里头要是真有人居住，那岂不是住着一位千年前的老前辈？前方一棵硕大的桃树映入眼帘，其树干格外粗壮，少说也得有8、9个人怀抱那么粗。细看之下，那桃树的枝丫上居然坐着一个人影。咦，桃林里居然来了外人。
好厉害的轻身之法！你们是来找我玩的，还是有事要求我呀？晚辈方一参见前辈，晚辈奉命带着这位明妹妹到此，请前辈赐教。你身上好像有一股很奇怪的气息呢，不过刚好我这里有办法帮你解除，恳请前辈相助。别急嘛，想要我的宝贝，先陪我玩玩，我高兴了，宝贝自然送你。筑基初期左右的实力嘛，那就不太过为难你啦，当心点哦，可别逞强，丢了性命。复灵术，化魂高手，这手段毫无疑问是仙家复灵术，以自身神识为引，赋予死物灵智，操控其战斗，每一个树人都有和他差不多的实力。前辈这是在考验晚辈吗？若是考验，还请前辈莫要波及到明妹妹，晚辈愿意领教。好呀，一炷香，只要你能撑得住，就算过关。开始喽！方一游刃有余，丝毫不落。眼看着一炷香便要烧到尽头。哎呀呀，小看你了呢！不行，我要耍赖皮了。下一刻，所有树人竟都一分为二。前辈，您怎么出尔反尔呢？西西，谁叫你这么厉害？我的宝贝可珍贵了，就这么让你拿走，太便宜你了。放心啦，不会让你有生命危险的，尽力就好。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一旁的玉女儿小手一抬，甩出一道幽夜星光般阴直气，朝着那树人席卷而去，瞬间燃起蓝色火焰。噬魂阴火，快住手，小丫头！我认输，算你厉害，我怕了你了。东西你们拿走吧，别来祸害我的桃树。一边说着，红衣女子一边衣袖一挥，那棵最大的桃树根基处赫然张开一道木门，里头是一座向下的阶梯。你们两个下去拿了东西赶紧走，还有不准跟外人说起我，谁问都不准说。那就多谢前辈赏赐了，先行告辞，他日修炼有成，再来请前辈赐教。前辈既然说了这灵药能解决你的麻烦，那就先收用了吧。玉米儿走上前去，欲要摘取那朵莲花，没等他伸出手，那朵莲花便好似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居然自己漂浮了起来，花和花心分离开来，花飞向玉米儿，花心飞向方一，分别融入二人体内。特殊学员玉明儿已完成初步教化，可正式收入门下。特殊奖励已发放，请宿主查收。特殊奖励：后山新增地点桃林，每隔3个月可安排1名学员前往桃林探索，每次探索可提升该学员学习进度30%至70%，具体受益因人而异。桃林当前冷却时间3个月。有了桃林的辅助，那些个进度缓慢的学生可就有福了。与此同时，外界某处。琴儿，之前七剑仙门的梁红请愿，让我们宽限几天，带那个身怀阴烛妖黄体的小丫头去想办法，可有什么消息？收到消息，七剑掌门带着那个小丫头去了太乙仙门。太乙仙门病急乱投医，太乙仙门虽是底蕴不凡，但也还没厉害到能镇压阴烛妖黄体。你老答应给他几天，便给他几天挣扎一下吧，反正到最后他也只能乖乖把那丫头交出来。不错，过几日再说吧，省得他觉得巡天殿不近人情。老者话没说完，无字碑忽然传出一阵微颤，所有人的目光纷纷投向无字碑，面色怪异。这无字碑乃是巡天殿至宝，唯有天道有变时才会出现动静。难不成是什么人触动了天道？众人屏息凝神，便见无字碑上浮现出一行字：恶难已除，灾祸不复，阴烛逢阳，圣皇降世。这怎么可能？无字碑不会骗人，阴烛妖黄体的恶难居然真的被镇压住了。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神通？对了，我想起一个人，之前去七剑仙门，曾听七剑仙门的人说起过。当时七剑掌门不在门中，亦是去了太乙仙门。之后便有传闻说，太乙仙门中似乎有一位老祖级别的高人出山，难不成是那人所为？荒谬！什么老祖？太乙仙门的开山老祖早就不知所踪了。但此事的确十分蹊跷，七剑仙门与太乙仙门素来不和，而今却往来密切，甚至有人镇压了阴烛妖黄体，此事必有隐情。琴儿择日前往太乙仙门详查此事。说。多谢老师点拨。玉明儿身上那股灾恶气息消失的无影无踪，阴烛妖黄体那股渗人的气息也消散了。显然老前辈用了某种法抹去了阴烛妖黄体的灾恶气息。我也没做什么，不必如此。我看明和方一姑娘相处的不错，索性就让明留在这里吧。有方一在，明也好有个伴。全凭老师安排。另外，学生和其他几位同学商量了一下，
近段时间打算给老师您筛选一批学生送来，您看此事是否妥当？若是您觉得合适，学生立刻就回去操办。一听这，叶离立刻来了精神。他现在最急缺的就是学生，系统让他收购100个学生，到现在都还差着好多呢。自然是好事啊，你们几个有心了，此事就辛苦你们操办一下吧。老师放心，学生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既然如此，学生就先告辞了，过几日再来看望您。筛选学生的事您不必操心，之后便给您带过来。很快，此消息一出，各大宗派立刻一片沸腾，纷纷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报，不必报了，那2个小家伙又打起来了吧？造孽啊！大殿外忽而飞来2道人影，你们2个小家伙闹了快1年了，还没闹够。我要和他打个赌，请您作证。听闻太乙老祖招收门徒，各大宗派要举行仙道大会，请您准许我2人参加仙道大会，看看谁能夺魁。既然你2人心意已决，那此事便准了。仙道大会，你2人一起参加，给咱们北斗仙门争口气。这次的仙道大会，大宗派全都来了。各大宗派的非洲悉数停靠在山门之外，各大长带着自家最精锐的小弩，聚集在太乙仙门中。那边那个是破军山的少主莫云起，据说修为东北第一，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哎，我听说还有太乙仙门的方一姑娘，似乎也会参加今次的仙道大会，竞争不知道有多激烈。此次的仙道大会，夜里给出的名额是15个青团弟子和100个普通弟子，待小辈们站定，负责主持大会的大长老方才登台。老夫简单介绍一下今次的规矩便开始。今次的考核项目由我太乙仙门老祖亲自制定，某些考核项目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奇怪，不必怀疑，老祖的安排皆有用意，到时候你们自会明白。另外，本次考核中禁止一切借助外力的行为，如有发现，立刻取消资格。第一场便是修为测试。依依姐姐，我能行吗？别怕，老祖既然让你参与其中，定然是有所考量的。随后陆续有人上前触碰石碑，那些个名不见经传、实力不济的，自觉排在了前头。方才验查到第3个人，小辈们便不由愣住了神。这第3个人分明修为比之前2个人高，怎么会分数还更低了？那人的修为高些不假，但其修为颇有些虚浮动荡，似乎是修行时不够仔细，留下了些隐患。但随着修为提升，到了入魂境界乃至更高境界后，这些隐患就会开始渐渐暴露出来，成为修行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瓶颈，甚至成为无法逾越的屏障，彻底卡死修为。终于，小辈们几乎全都查验过，只剩下几个备受瞩目的小辈了。北斗仙门的梧桐余生2人率先走上前去。我先来。2人互相瞪了一眼，互不相让。呵呵，2位小友不必争，老祖留言，请2位小友一起查验。一起？2人索性不再多问，一同伸手按在验物碑上。此2人气运中期，单人各85分，若携手共进，则均为满分100。这个结果一出来，众人皆是看迷糊了。2位小友，老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你2人有着极其罕有的绝对同步天赋，携手共进，方可大成。老前辈的良苦用心，还望你2人牢记。好了，2位小友先到一旁等候吧，测试继续。随后上前的是破军山的莫云起，作为人群中修为最高的一个，他自信能够拿到高分。气运巅峰，半步灵巧，天生武仙之姿，神识稍现94分。下一位，陆兄，人人都说你与世无争，实则是实力超然，寂寞无敌。且看陆兄的。穆兄哪里话，陆某一介一仙罢了，谈何实力？陆宏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缓步上前触摸石板。气运后期，一仙之躯，北上古一仙传承97分。下一位，再往后便是方一和玉明了。这2人皆是已经见过夜离听过课了，众人便也自觉地把这2人放在了压轴的位置，想要看看那位神秘老祖亲自点拨过的究竟能比他们强多少。筑基中期，先天灵剑半生，剑仙之姿，灵剑出城，尽善尽美99分。这评价一出现，无论是4大仙门的小辈，还是其余实力稍差的，都不免咽了一口唾沫。最后终于是轮到玉明了，小心翼翼地将手按在石碑上。修为上午，阴主妖皇的神物点化，灾厄已除。阴主为星，妖皇化圣，星月圣皇体，满分。石碑上的结果引来一片哗然，人们这才知道飞鸿剑圣将这个小姑娘送来拜见老祖是何用。好了，现在宣布第1场的结果，获得满分的有北斗仙门
梧桐、雨以及七剑仙门、玉米儿，其他人也不必气馁。第一轮测试的分数只是一个基准，后面的测试你们都还有机会。尊主，情况属实，银烛妖皇体已被点化，太乙仙门中有绝世大能。查明此人身份，如实上报。这可是个颇为不小的挑战。能点化阴烛妖皇体的高手，必定已是公参造化、手握天地法则的级别了。那等大能，神识一扫，天下尽在眼底。想要潜入其身旁，只怕难上加难。